时年54岁的珍妮弗与丈夫科克爆发了激烈冲突。警方到达现场后，珍妮弗已经不幸遇害，而她的丈夫科克则遭到严重刺伤，差一点失去私密部位。She thrust the spear at him right here. Right in the meat of the thigh. Right there, going all the way through. Then she pulled the spear out and plunged it in again. 案发后，警方很快认定本案是一起蓄意谋杀，并且也找到了相关证据。但是没想到，科克动用超能力聘请了知名律师为自己做无罪辩护。更没想到的是，他竟然成功洗脱了罪名。那么，科克与珍妮弗到底为何发生冲突？科克的律师又是如何帮他赢得了诉讼？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起案件。大家好，我是大熊。今天分享的案例发生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莫克斯维尔。该市位于北卡西部，坐落在州府罗利和最大城市夏洛特之间，常住人口大约5000人，隶属于戴维县，是戴维县的行政中心，也是当地居民的文化和社交中心。主人公珍妮弗出生于1953年1月17日，她来自加利福尼亚州，毕业于南加州大学，是一名牙科保健员和马术爱好者。1979年，时年26岁的珍妮弗嫁给了第一任丈夫史蒂文，两人大约生活了2年时间。后来，由于珍妮弗整日沉迷养马、骑马等等与马有关的活动，史蒂文感觉自己受到冷落，于1983年向珍妮弗提出了离婚。1984年，31岁的珍妮弗再次步入婚姻殿堂，嫁给了第二任丈夫，一位名叫科克的牙医。两人婚后定居在北卡罗来纳州莫克斯维尔。科克开办了一家社区牙科门诊，事业很快迎来发展，据说每年固定收入高达65万美元。而珍妮弗最初是家庭主妇，后来随着2个孩子相继成年，闲下来的她又在科克的支持下开办了一家马场，主要从事育种、寄养等相关业务。值得一提的是，科克内心其实并不希望珍妮弗开办马场，一方面是因为有前车之鉴，也就是珍妮弗早年过于痴迷养马，导致了第一段婚姻的失败。另一方面，科克早已通过多年打拼积累了可观的财富，他的财产已经多到需要财务管家管理的程度，并不需要珍妮弗通过养马赚钱。总的来说，科克在珍妮弗提议开办马场之前就有诸多顾虑，但他还是为了实现珍妮弗的愿望，同意了开办马场的想法。然而，事实证明，科克的顾虑并非没有道理。自从马场开办后，珍妮弗几乎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了照顾马匹上。不仅如此，他还不放心把马交给其他人照料，所以一直没有雇佣员工。平时所有养马工作几乎全靠科克协助完成，这让作为牙医的科克感到十分难以接受，尤其是在产马粪的时候。按照科克的说法，经营马场严重影响了他与珍妮弗的夫妻关系。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科克在2006年与财务管家坦尼亚建立了不正当关系，并在出轨的第2个月向珍妮弗提出了离婚。最开始，珍妮弗并不同意离婚，甚至为了挽救婚姻，提出了接纳坦尼亚的想法。不过，由于科克态度坚决，这个想法最终未能实现。两人的婚姻在2006年彻底走向终结。接下来的1年里，珍妮弗分别起诉了科克和他的情妇坦尼亚。起诉科克的理由是索要离婚期间的赡养费和马场的运营费，总计高达每月3万美元。而起诉坦尼亚的理由则是根据北卡罗来纳州的婚姻疏远法，也就是坦尼亚破坏了珍妮弗的原有婚姻，珍妮弗有权向坦尼亚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因婚姻破裂所造成的经济和情感损失。为了支持诉讼，珍妮弗特意聘请私家侦探，提前收集了2人出轨的证据，这也为后续的事态发展埋下了伏笔。分居仅仅不到1年，悲剧发生了。2007年9月12日晚上9点45分，科克和珍妮弗共同的朋友格雷格紧急拨打了报警电话。他表示，珍妮弗和科克在家遭到袭击，珍妮弗已经倒地不起，而科克则遭到严重刺伤，下半身遍布血迹，情况十分危急。
What is your emergency? There's been an attack. There's 2 people here bleeding. Jennifer Turner. Can you tell me what happened? I don't know what's going on. Where are they bleeding from? Legs and everywhere. They're bleeding everywhere. Ma'am, Okay, you need to calm down now, okay? I'm so nervous and scared. I've never seen nothing like this before in my life. 起初，格雷格并不清楚两人发生了什么事情，至少他在电话中表现出了不知情的样子。所以，当接警员询问事发经过时，格雷格并未立即回答，而是转身走到了科克身边，一边向他了解相关情况，一边回答接警员的问题。Can you tell me, did someone attack them? Was you attacked? He said yeah. What was going on? She jumped him. What? Ma'am, he's about out of it or something. Something about a spear. A spear? 由于科克当时已经意识模糊，难以讲清楚事发经过，所以当接警员得知科克遭到珍妮弗的长矛袭击后，很快向格雷格询问了两人的伤势，以便更好地匹配医疗资源，拯救他们的生命。She attacked him is what I'm getting out of it. Man, there's blood everywhere. They're both unconscious? I don't know. One of them, I can't tell about the other one. She's bleeding bad. Can you start CPR on her? Oh, man, there's blood in my... What do I do? Man, I don't feel any air. Just keep it up until somebody gets there, okay? Okay. 大约10几分钟后，警方和医护人员陆续抵达现场。经检查，珍妮弗已无生命体征，她倒在了自家杂物间的货架旁边，脖子上有2处很深的伤口，颈动脉已经割裂，鲜血喷涌而出，从倒地的地面飞溅到了旁边的货架底部，死因显然是失血过多。而科克的伤口则主要集中在下半身，虽然他的伤势同样严重，大腿根部有2处贯穿性的伤口，但好在伤口避开了股动脉，并不会造成生命危险。实际上，科克当时意识还很清楚，完全不是格雷格在电话中所描述的样子，只不过他的思维比较混乱，一时间难以讲清楚事发经过，所以警方并未过多询问，很快让医护人员将他送到了医院。在对现场检查后，警方很快发现了科克所说的长矛，并且还找到了一把带血的折叠刀。虽然当时他们并不清楚事发经过，但根据科克早前透露的信息，这把折叠刀应该是他反击珍妮弗的武器。此外，警方还找到了2份遭到破坏的文件，其中一份是珍妮弗前夫为科克提供的宣誓书，也就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明材料。大致的内容是，珍妮弗在第1段婚姻中存在出轨行为，并且由于过于痴迷养马，导致了第1段婚姻的失败。而另一份文件则是科克准备向法院提交的申请材料，他因为不想继续承担珍妮弗经营马场的费用，打算通过法院强制卖掉珍妮弗的马场。总的来说，这2份文件都对科克有利，能够让他在离婚中占据主导地位。除了上述发现，警方还找到了许多有助于了解事发经过的线索，其中最主要的是，他们通过现场的血迹分布，确定了珍妮弗早于科克之前受伤，并且是在倒地后才遭到科克的袭击，这为后续的侦破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接下来，警方将现场采集的物证一并送到了犯罪实验室，而报警人格雷格则被带回警局进行了询问。根据格雷格的说法，这天他去珍妮弗的住所，主要是为了拿回之前存放在他家的修车工具。由于需要搬运的东西较多，格雷格便找到了好朋友科克帮忙。2人征得珍妮弗同意后，大约在晚上8点前往了珍妮弗的住所。随后他们在珍妮弗的帮助下，不到半个小时就将修车工具搬到了皮卡车上。然而，也就在搬运工作即将结束时，科克和珍妮弗突然提起了离婚的事情。I heard the word and then I'm like, okay, this is things that I just don't want to hear. 由于2人谈论的内容相当私密，格雷格作为朋友实在不好插手，于是他很快离开杂物间，回到了汽车上。正因如此，格雷格并未看到事发经过，只记得在离开杂物间的2-3分钟后，听到了科克的尖叫声。当他再次返回时，2人已经身受重伤，纷纷倒在了地上。随后格雷格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
I heard Kirk holler. I was screaming. At several points in time, I heard him say that she had attacked. Well, when I'd seen he was bleeding. 警方对格雷格的说法非常怀疑，因为根据他所说的时间线，珍妮弗和科克发生冲突的时间最多不会超过8点30分，但是报警时间却在9点45分，所以格雷格并未第一时间报警，而是足足拖了1个小时。更为重要的是，当警方提出质疑后，格雷格很快改口说他记错了去珍妮弗家的时间。这种含糊其辞的说法直接影响了警方对本案的看法。案发1周后，警方审问了刚刚出院的涉案人科克。根据科克所说，那晚他去珍妮弗的住所主要有2个目的，一是帮助格雷格搬运东西，二是借机向珍妮弗商量离婚的事情，所以他带上了珍妮弗前夫提供的宣誓书和强制出售马场的申请材料，当作自己的谈判筹码。原本科克的想法是利用这些材料与珍妮弗达成和解，尽量不要把关系闹僵。换句话说，就是科克想要告诉珍妮弗，他们都有对方的黑料，也都能在离婚中互相牵制对方。如果2人无法和平离婚，必然会走到鱼死网破的地步，到时候他们谁都讨不到好处。反之，如果他们各退一步，通过友好的方式解决离婚，就能减少很多不必要的损失，例如保护各自的声誉，省下高额的律师费，以及减少对2个孩子的情感伤害。然而，让科克没想到的是，珍妮弗不仅没有和解的意思，反而因为自己在离婚中失去主导地位，变得恼羞成怒。他首先否认了前夫史蒂文在宣誓书中所说的出轨，然后又开始指责科克与情妇坦尼亚的不轨行为。大概的意思是，科克出轨坦尼亚才是导致离婚的原因，他要切掉科克的私密部位，彻底摧毁2人的不正当关系。说完，珍妮弗便拿起杂物间的长矛，朝着科克的下体刺了过去。由于事发突然，科克根本来不及反应，很快就被长矛刺伤了大腿。出于本能反应，科克下意识地摸了一下伤口，然后立马掏出了随身携带的折叠刀。当时他并未考虑太多，只想一心活下去，所以为了避免再次遭到攻击，科克果断采取了反击。结果就是珍妮弗被刀划中脖子，倒在地上失去了生命。警方并不相信科克的说法，因为根据现场的血迹分布，珍妮弗应该是在倒地后才遭到科克的袭击，并非是在对峙的过程中。 Now, if you believe Kurt's story that he was facing her, the knife goes in, he rips across. There's a second wound across there. Now, we all know that when the carotid artery is cut, each beat of the heart, blood shoots out of the body. That's correct. So there should be blood. Your investigation claims there should be blood right up here. Right, that's correct. And there isn't any. Right. 此外，警方还在现场发现了科克留下的一个已经干涸的血脚印，脚印的血迹来自珍妮弗，而脚印上面则有一滴来自科克的新鲜血液。根据2人的血液干燥程度判断，珍妮弗明显早于科克受伤，并且2人受伤的时间至少相差半个小时。更为重要的是，科克大腿根部的2处伤口非常平整，没有明显的撕裂迹象，这与爆发冲突造成的伤口完全不同。具体来说，就是科克没有闪躲，并且长矛插入和拔出大腿时的角度基本没有变化。需要说明的是，警方并未在长矛和折叠刀上发现指纹，原因可能是有人清理了涉案凶器，但也有可能是参与抢救的医护人员不小心破坏了凶器上的证据，因为他们确实在施救的过程中挪动过长矛和折叠刀，所以这2件涉案凶器并未给警方提供太多帮助。总之，不管怎样，警方通过现场的血迹分布以及科克的伤势，确定了本案是一起伪装成自卫的蓄意谋杀，而科克就是造成这一切的主要责任人。根据警方的调查结论，科克杀害珍妮弗的动机主要有2个方面。首先，珍妮弗起诉了科克和他的情妇坦尼亚，这不仅影响了2人的事业，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经济损失。也就是坦尼亚作为第三者需要支付珍妮弗一定的经济赔偿，而科克则需要在离婚期间每月支付珍妮弗超过3万美元的赡养费和马场的经营费。其次，科克与珍妮弗的离婚官司即将开庭，
科克作为导致婚姻失败的主要责任方，很可能将在离婚官司中失去大部分财产，所以他并不希望与珍妮弗对簿公堂，更想通过私下协商解决两人的离婚，因为只有这样，科克才能减少离婚产生的财产损失，这也是案发那晚他去找珍妮弗的主要原因。按照警方的推论，科克应该早就做好了谋杀的准备，不然他也不可能携带刀子前往。还有，科克应该曾威胁过珍妮弗达成和解，因为他拿出了珍妮弗前夫提供的宣誓书和出售马场的申请材料。但由于威胁并未起到作用，科克最终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不受损失，使用刀子杀害了珍妮弗。作案结束后，科克花费了很长时间伪造犯罪现场，其中最关键的是，他使用长矛刺伤了自己的大腿根部，因为科克知道警方肯定会在案发后调查他们的夫妻关系，所以科克利用自己的出轨行为，制造了他因为出轨遭到珍妮弗报复的假象。至于报警人格雷格，虽然警方非常怀疑他，认为他帮助科克创造了与珍妮弗见面的机会，并且参与了伪造现场，但由于没能找到直接证据，所以警方并未追究格雷格的责任。至此，警方的调查已经结束，下面就到了格雷格为自己辩解的时间。由于最终他被判处无罪，所以这段内容非常有必要向大家介绍。接下来咱们直接跳到审判阶段，简单了解一下科克和他的律师如何洗脱的罪名。 I took 2 documents with me. What documents did you take? I took an order that we were going to file with the court to force the sale of the farm, and I took an affidavit from her first husband that spoke of their marriage. I just wanted to show Jennifer that I didn't want this to get ugly, and if we had to proceed in court, that it wasn't going to be nice for either one of us. 首先，科克强调，那晚他带着文件去找珍妮弗是为了和平解决离婚，并非警方所说的威胁珍妮弗达成和解。She thrust the spear at him right here. Right in the meat of the thigh. Right there, going all the way through. Then she pulled the spear out and plunged it in again, this time much closer to his groin, and it went all the way through. Well, I remember turning around and seeing a symmetrical silver thing in my leg. Do you remember going into your pocket and getting your knife? No. I remember going like this. Do you remember Jennifer falling? No. Do you remember standing over her? I remember looking down, seeing her eyes. 其次，科克讲述了他遭到珍妮弗袭击和反击的经过。简而言之，科克带来的2份文件激怒了珍妮弗，尤其是珍妮弗前夫提供的宣誓书，这让珍妮弗感到非常羞耻，最终恼羞成怒，使用长矛刺伤了科克，而科克则出于自卫，使用随身携带的折叠刀进行了反击。至于科克为何要带刀子，他的律师也做出了解释。Kirk was a Boy Scout, and Boy Scouts are taught that a sharp knife is a safe knife. So he quite consistently kept his pocket knife sharp so that it would be safer. 此外，科克的律师还从生理和心理角度分析，认为科克不可能做到使用长矛连续刺伤自己。I've had doctors say to me, if you were wild and crazed on maybe you could do it once, but you could never do it twice. 不过最主要的还是他们提供了证明科克早于珍妮弗受伤的证据，也就是来自科克裤兜里的血迹。根据法医的证词，科克装有刀子的裤兜里只有他自己的血迹，并未检测到珍妮弗的血迹。这表明科克首先遭到了珍妮弗的袭击，然后才掏出了裤兜里的刀子进行反击，这一点非常关键。That is Dr. Turner's DNA and only Dr. Turner's DNA. The fact that there was only his blood on that pocket definitively shows that he had suffered all of his wounds before he ever went to defend himself. If he had killed Jennifer first and then tried to cook up a tale, wound himself for a cover story, what you're telling me, when he put his hand in his pocket, Jennifer's blood would have been in there as well. Absolutely. 2009年8月20日，庭审1个月后，陪审团最终做出了无罪裁决。
时年52岁的可可洗清罪名，恢复了自由身。I am crushed. I really thought he'd be guilty of something. We were very, very shocked. It's okay to kill your wife. That's the message that was sent. 由于本案的判决在当地引发了很大争议，陪审团成员事后通过媒体采访阐述了他们相信可可无罪的理由和观点。One guy wrote that it's North Carolina's O.J. Simpson case. Would you like to respond to that? Absolutely. I was just stunned that they would say things like that to sell papers, that we were a bunch of dumb country bumpkins that were fooled by the big flashy lawyers from out of town. That was not the case at all. I heard the evidence in the courtroom and went with what we were shown. The only blood in this pocket was his blood. He'd already been cut when he went in there to grab the knife. That convinced me as who was stabbed or cut first. Do you believe Greg Smithson? Absolutely. And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prosecution's attempt to cast aspersions on him to suggest he may have been part of a conspiracy? They were grasping at straws. How many of you carry a pocket knife? 2 of you. As a matter of fact, I had the same knife he killed her with. Mine's bigger than the one he had. 好了，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请帮我点赞加关注，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是大熊，期待下次见。